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甜心宝贝玩偶小熊猫款北教程电子图解，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玩偶由主体和配饰组成，主体由手、腿、身体、尾巴、头和五官组成。先钩织主体，再制作配饰。首先学习主体的钩织。这款产品大部分使用表格图解的形式，往下我教大家认识一下表格。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 H 加数字表示行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先来学习手的钩织，有相同的两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这款玩偶均是用十字短针钩织，后面统称为短针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X 短针、V 短针加针、W 短针一针放3针、A 短针减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任意线材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，锁针起5针，完成后来钩第一圈。倒2表示在倒数第2针上钩织，从钩针一侧往回数，也就是这一针。调锁针，上方的半针钩织，先钩一个短针，注意钩十字短针。钩好后，相邻一针，锁针也钩一个短针，继续相邻一针钩一个短针，还剩一个锁针，在这一针上钩一个短针一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。钩好后旋转织片，调锁针，剩下的2根线钩织，先依次钩2个短针，收好线头。钩好后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短针。完成后挑第1个短针，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有起针线头的一面是反面，另一面则为正面，后面钩织时都是正面对着自己。线头可以剪断，也可以不处理，作为填充物。下面来钩第2圈，这一圈不加不减钩织，表示一针对一针钩织。钩好后，针数和上一圈一样，把这一圈钩完。
钩好后挑第一个短针，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，正面翻朝外。接着来钩第三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。小括号里的针法表示为一组，前一级表示重复钩织几次。先来钩第一组，先依次钩4个短针。接着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小括号里的一组就钩好了，再钩一组。钩好后引拔，拉紧。完成后第3圈就钩好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一直钩完第14圈，针法都演示过了，大家自行对照表格钩织即可。下面来钩织第15圈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钩8个短针。钩好后钩一个短针减针，来看一下，针目有这样的2根线，靠近自己的这根是前半针，远离自己的这根是后半针。先穿入第一针的前半针，再穿入左侧相邻的前半针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再绕线依次穿过，短针减针完成。这种直挑前半针钩织的方法称作隐形减针。用这种方法钩织，针与针之间缝隙比较小，织物整体更精致。往下对照表格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15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把手剩余几圈钩完。后面小括号的针法所表示的意思和之前相同。后面钩织时边钩边填充。钩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只手，钩好后放一旁备用。到这里手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腿的钩织，腿也是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由主体和肉垫组成。先钩织主体，然后再制作肉垫。主体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TW 中长针1针放3针 ，T 中长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大家先对照表格把起针和第1圈钩好，这里我已经提前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表示翻面的意思，翻转织片。然后挑上一圈针目一一对应钩引拔针。注意翻面后针目在左上方的位置。这里的引拔针钩织时不要钩得太紧，以免后面不太好入针。
钩好后，钩一个引拔针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2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3圈，立一个手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调引拔针的辫子，钩表格里的针法，把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，与第1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线头可以放在里面作为填充物，也可以剪断。往下大家对照表格把腿剩余圈数钩完。钩完第17圈后，后面钩织时边钩边填充，全部钩好后，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用于收口和缝合。现在来收口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把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依次从最后一圈前半针穿过，拉紧，剩余的线头暂不处理。接着剪约30厘米的定型条，对折，然后从腿倒数第3到4圈之间穿入，一直穿到脚为止。这样一条腿的主体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制作漏垫，在脚底绣制这样的线段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剪约4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然后抽取其中2股，穿入缝针，取出一条腿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先在腿里面藏好线头，大家可以多藏一点，然后在脚底下方一点绣制到位字形，一边绣2次，线段可以稍微松散一点。然后在上方分散绣4条小线段，
最后把线头在腿里面藏好即可。最后，大家可以用缝针蘸取少量胶水，将线段分别固定一下。这样一条腿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条腿。注意，另一条腿安装定型条时，在相对的一面安装。到这里，腿也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身体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在正式钩织之前，先学习钩织的基本姿势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起针是环起，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。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，钩针上形成一个线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线圈要大，将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环形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一圈 ，R1 是6x，x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钩几个短针。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钩6个短针。先立一个锁针，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，起立针不算一针。然后开始钩短针，这款玩偶的短针都是十字短针，穿入起针的大洞，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钩出。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穿过，一个十字短针就钩好了，后面剪成短针。右上方有一个 V 字形的2根线，这个就是短针的针目。继续钩第2个短针，穿入起针大洞，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钩出，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，第2个短针就钩好了。第一圈一共要钩6个短针，继续钩完剩下的短针。3、
4、5、6，表格中对应的针法就完成了。完成后，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直接拉紧线头，收紧织片中心。这样线圈就收好了。接着，在这第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引拔针结束，穿入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，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。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二圈 ，R2 是6V，V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连续钩几个短针加针，这里表示连续钩6个短针加针。立一个锁针起立。我再强调一次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，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在上一圈第一针针目中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引拔针的入针位置。在此处钩2个短针，钩织时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钩边收一下。一针，再穿入同一针目钩短针，两针，短针加针就完成了。继续在左侧针目钩短针加针，不要忘记收线头。第二个短针加针完成，这一圈一共要钩6个短针加针，剩下的4个全部按照每一针里钩出2个短针的方法来钩。最后一个短针加针完成后，要核对一下针数，从最后一针往回倒数，1、2、3、11、12，这一圈一共12针。接着在第一针上引拔，一定要注意，没有特殊说明时，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一针引拔，拉紧，引拔针完成。起针多余的线头可以直接剪断，也可以在第3圈时藏一下。第2圈就完成了。继续钩第3圈 ，R3 是括号 XV 括号乘6，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。先钩一个短针，往下钩一个短针加针，
一组括号 xv 括号就勾好了。我再演示一组，先钩一个短针，再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是第二组。这一圈要重复钩6次 xv， 剩下的4次全部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的方法来钩。最后与第一针引拔，拉紧，第3圈就完成了。可以看一下，织物正面纹理清晰，反面纹理模糊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一直钩到第26圈，钩好后断线，往下大家自行将它钩好。下面来钩织第27圈，从倒数第20针接线。然后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，收好线头，剩余针目不钩织，钩好后不用引拔，这样第27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28圈，先钩12个锁针，然后从第27圈第3针入针开始钩织，对照表格针法依次钩织。最后 K 表示空针，也就是最后空2针不钩织，这样第28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29圈，先钩16个锁针，然后从第28圈第3针入针开始钩织，钩好后第29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一直钩完倒数第2圈。大家看，我这个是钩完最后一圈前的小样。下面来钩最后一圈。先沿着每一圈剩下的针目钩织，最后再沿着倒数第2圈的针目钩织。钩好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，拉紧。
预留约5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然后塞入适量填充棉，大家看，这个就是身体勾好后的样子。接着剪约50厘米身体同色线，穿入缝针，然后在身体第11圈勒腿窝，在身体两侧勒出腿窝，任意一侧穿入，相对的一侧穿出。再将线穿回线头位置，间隔一点穿入，再穿一次，拉紧，最后再穿回线头位置。然后把2个线头打死结固定，最后将线头藏到身体里面。这样身体就完成了。下面将腿缝到身体两侧，把腿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在腿窝位置缝合。先将定型条插入身体里，然后开始缝。注意，身体较低的这一面是前面，所以缝合时脚朝前。如果定型条较长，将它剪断一点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
大家可以多缝几针固定，缝好后将线头打结藏好。这样一条腿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一条腿也安装好即可。注意安装时脚朝前，接着将手缝到身体两侧，先剪约38厘米定型条对折，然后在身体侧边第29圈到第30圈之间插入。大概在腿的上方。另一侧相对的位置穿出。然后将两边预留的定型条插入到手里。用手预留的线头，挑最后一圈的针目与身体缝合。缝好后打结长线。这样一只手就安装好了，然后将另一只手也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它缝好。这样腿和手的安装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头的钩织，这里我用小样说明一下。头也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，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即可。注意最后几圈钩织时边钩边填充，全部钩好后预留线头断线，收口藏线即可。完成后先放一旁，待部分配饰制作好后再组装。这样头的钩织就讲完了。
下面来学习尾巴的钩织，也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钩织过程中需要换色，下面演示一下换色的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对应圈数钩好后，下一圈需要换色时，处理一下线头，将线圈拉大，然后将织物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接着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重新接线钩织对应的针法即可。下面大家自行对照表格，钩到下一圈需要换色时，钩起圈后需要换色，同样处理一下线头，将线圈拉大，然后将织物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将之前的线头直接钩出，然后对照图纸继续钩织。后面换色时都按照这样的方法处理即可。往下大家对照表格钩完第30圈，钩织过程中边钩边填充，钩好后都断线即可。下面演示一下最后几圈的钩织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，先钩倒数第3圈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在第30圈倒数第5针接线，然后对照表格针法钩织。遇到线头时收一下。钩好后断线，这样倒数第3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倒数第2圈，在第31圈第2针接线，对照表格针法钩织。钩好后不断线，接着钩织最后一圈，沿着前2圈剩余的针目钩织。
最后钩一个短针。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这样尾巴就钩好了。尾巴钩好后，剪约35厘米的电线条对折，插入到尾巴里，再将多余的电线条在身体后面第11到第12圈之间插入，然后用预留的线头将它缝好即可。缝合方法和手相同，也是调针目与身体缝合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，这样尾巴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五官的制作，由眼睛、眉毛、鼻子、腮红、耳朵和脸纹组成。先学习鼻子钩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，钩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，将它缝到头前面，大致居中位置。上方与第20圈对齐，下方与第28圈对齐，然后沿着一圈缝合。下面请看演示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将鼻子放在对应位置，然后沿着最后一圈针目缝合。边缝边调整，不要缝歪了。还剩一点位置时，塞入填充棉。缝好后，藏好线头。这样鼻子就缝好了。缝好后，在鼻子上方绣出这样的鼻翼。先在倒数第3到4圈绣出这样的倒三角，然后再绣下方的线段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剪约5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抽取其中一股，穿入缝针。
先在鼻子里藏好线头，然后先绣一个 V 字形，V 字形2条线段，间隔约1厘米。然后在这之间绣满线段，绣好后，从下面出针，绣一条约1厘米的线段，然后在两边绣一条约0.5厘米的小线段。把线头藏好，调整一下，将它弯出弧度，然后用缝针蘸取少量胶水固定一下。这样鼻翼就绣好了，鼻子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眼睛的钩织，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手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，钩好后将它粘到鼻子两边，上方与头大致第19圈对齐。粘好后，在眼睛右上方1点分别粘1颗半珠。粘贴前需要勒眼窝，下面演示一下勒眼窝的方法。先剪约40厘米头同色线穿入缝针，然后从鼻子旁边1点穿入，然后在另一侧相对的位置穿出。间隔1点，再穿回线头位置。
拉紧，再穿一次，拉紧，再穿回线头位置，最后把2个线头打死结，将线头在头里面藏好即可。这样眼窝就勒好了。下面大家将眼睛张好即可。到这里眼睛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眉毛，在眼睛上方间隔3圈，分别绣出这样的线段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剪约3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在头里面藏好线头。然后在对应位置出针。我这里小样位置随机，只演示方法。间隔2针穿入，再绣一次。这样一侧眉毛就完成了。然后在对称的位置把另一个眉毛也绣好，绣好后在头里面藏好线头，这样眉毛也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脸纹，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，钩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，将它缝到眼睛两边，上方与眼睛对齐，下方大约与第30圈针目对齐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沿着起针位置和针目缝合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在头里面藏好。起针的线头也在头里面藏好。
这样一侧两纹就缝好了，下面在对称的位置将另一个两纹也缝好。注意，针目也是偏左，弯出这样的弧度，这样两纹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腮红，也是有相同的两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，钩好后将它粘贴到眼睛两侧，与眼睛下方对齐。粘贴时，腮红是正面朝外粘贴，边缘与两纹重叠一点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钩好并粘好即可，这样腮红也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耳朵，耳朵有相同的两个，都是分为内耳和外耳。先钩织内耳，采用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钩织。用到的轻针法有 TV 中长针加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起对数量的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4针依次钩2个中长针，一个短针，接着钩中括号里的针法，中括号表示在同一位置钩织。先在相邻一针钩一个短针，2个锁针，同一位置再钩一个短针，这样中括号里的针法就钩好了。对照表格把剩余的几针钩完。钩好后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我们将第一行正面作为耳朵的正面，下面来钩织第二行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在上一行最后一针从反面接线，立2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接线同一位置钩一个中长针，将线头放在反面收好。这个中长针和起立针算作是一个特殊的中长针加针，接着依次钩2个中长针，2个短针，然后在锁针位置钩中括号里的针法，钩好后再依次钩2个短针，2个中长针和一个中长针加针，
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，挑上一行起立针上方的2根线钩织。这样第2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3行，立2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在上一行最后一针钩一个中长针，对照表格把这一行钩完。内袄钩好后，对照表格用对应颜色的线把外袄也钩好。钩织方法和内袄相同，只是钩织过程中不需要换色。钩好后，预留约40厘米的线头端线。下面将内外袄组装起来，将内外袄反面相对，用外袄预留的线头进行缝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内外袄反面相对，把外袄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挑内外袄靠近的半针卷针缝合。这样内外袄就缝好了。内外袄缝好后，将它缝到头第7圈到第14圈，缝的时候缝出这样的弧度。注意，缝合时内袄朝前。下面请看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注意缝合时内袄朝前。缝好后，在头里面藏好线头即可。这样一个耳朵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图样的方法，将另一个耳朵钩好并缝好即可。这样耳朵就讲完了。到这里五官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配饰，由衣服、蝴蝶结和苹果组成。先学习衣服的钩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
大家对照表格勾完前13行，下面演示一下剩余部分。前13行勾好后，下面来勾第14行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行数不做参考。先勾6个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织。锁针钩好后，挑针目钩织。钩好后，第14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勾完第28行。前28行勾好后，下面来勾第29行，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。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这里勾普通短针减针即可。先勾2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穿入针目，将线勾出，这是第一个，再勾一个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短针减针完成。下面对照表格把这一行勾完。勾好后，第29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一直勾完倒数第3行结束。大家看，我这个是勾好后的小样。勾好后来钩织倒数第2圈。这一圈沿着织物1圈，钩1圈短针。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。针目位置挑针目钩织，拐角位置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侧边就挑侧边的1到2根线钩织。同样拐角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下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钩完。针目位置挑针目钩织，侧边就挑侧边钩织。遇到拐角多钩一个短针加针，往下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，在第一个短针入针位置再钩一个短针，然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，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倒数第2圈就钩好了。接着来钩最后一行，另取线，沿着衣服下摆钩一行短针，
从拐角加针第一针上接线钩织。一直钩完引拔前的一个短针。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把最后一行正面的一面作为衣服的正面，将线头在反面藏好。这样最后一行也钩好了。最后用预留的线头将衣服缝合好。从最后一行两边的针目缝合。缝合时可以不用一针对应针缝，缝好后平整即可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在衣服里面藏好。这样衣服就缝好了。下面来学习口袋的钩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。钩好后，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将最后一行正面作为口袋的正面，然后沿着正面绣一圈这样的小线段。下面演示一下方法：先剪约30厘米身体同色线，抽取其中2股穿入缝针，然后在口袋反面固定好线头。先沿着针目这里绣至一个线段，大致扎一个短针，间隔1针穿出。具体的长度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绣制。边缘大致绣2条，然后再沿着起针位置绣制。绣好后，在反面藏好线头。
这样线段就修好了。接着用口袋预留的线头将口袋缝到衣服前面右下方，具体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确定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起针的线头可以先藏好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最后一行位置朝上，然后沿着两侧与下方缝合，注意上方这条边不需要缝合。缝好后，在衣服里面藏好线头，这样口袋也讲完了。接着将衣服缝到身体，两侧凹陷处在手下方，由口袋的这一面朝前，然后沿着倒数第二圈与身体缝合。下面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。接着将衣服缝到身体，先将衣服从上向下套到身体，缝合的位置朝前，注意两侧凹陷处在手下方。然后检约50厘米衣服同色线，进行缝合。先在衣服里固定好线头，注意两侧凹陷处在手下方，较长的一面放在后面，然后沿着倒数第二圈与身体固定一下，随机找几个点固定即可，不用一针一针缝。
往下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它全部固定好。固定好后，在衣服里面藏好线头即可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，这样衣服就讲完了。最后将头和身体组装好，可以用线临时将身体和头固定一下。身体后面大致与头第29圈对齐，前面大致与收口位置对齐，然后沿着这一圈缝合。还剩一点开口，如果身体填充的不够饱满，可以再塞入一点填充棉。缝好后打结长线。大家可以多打几个结。这样头和身体就组装好了。下面制作蝴蝶结，剪对应长度的丝带，然后将两端剪一个豁口，用打火机烤一下边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将两端剪一个豁口，用打火机烤一下边，接着将丝带围到脖子处打一个蝴蝶结，可以将丝带沿着中间对折，先打一个结固定，调整一下两边预留差不多长，然后系一个蝴蝶结，调整一下，
成品蝴蝶结宽度约9.5厘米，具体的宽度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打好后，稍微涂抹胶水与衣服固定好。注意蝴蝶结是在后面大致中间固定，这样蝴蝶结也完成了。最后来制作苹果，由主体和叶子组成。主体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将它勾好即可。勾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，然后钩织叶子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钩好后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与主体组装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叶子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将叶子缝到主体起针位置。将线头在主体里面藏好。起针的线头也在主体里藏好。这样叶子就组装好了。最后用主体预留的线头把苹果缝到主体第4圈，挑主体最后一圈的针目和头第4圈针目缝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沿着这一圈缝合。有引拔针的这一面朝着头后面。还剩一点位置时，塞入填充棉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带到主体开始位置，再将线头穿入主体，稍微拉紧，勒出凹痕，最后将线头打结收好。
这样苹果就讲完了。到这里，配饰就全部讲完了，这款玩偶也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制作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